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里面，我们要介绍 TMS320 F28027这个硬体它的机体配置。因为我们知道机体配置很重要。当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刚才知道，当我们进入到软体的 linker 的部分的时候，它就必须连接 CMD file。那 CMD file 主要是来说明说哪些区段要放到哪些机体里面。那这时候这样的配置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不同的区段要放在不同的机体里面才是对的。好，所以 CMD file 在我们整个专案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在这个 part 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硬体 F28027它的机体配置是如何，以及我们 CMD file 如何来编写。那记忆体与 CMD file 文件的概述，我们知道在 DSP 的系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记忆体种类，在一个 DSP 的 chip 里面，而 CMD 文件所描述的内容，也就是将这些记忆体做管理以及分配，好，甚至使用情况的这样的概念，把它交付到程式当中，也让程式能顺利的进行。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DSP 包含了不同性质的记忆体，主要是包含了两种。那它这两种是根据断电后是否还能保持资料的储存来分。第一种是非挥发性的记忆体，第二种是挥发性的记忆体。那非挥发性的记忆体，它就是我们讲的 ROM。它 ROM 的种类包含有 EPROM、EP-ROM、Double EPROM， 还有 Flash， 还有 Net Flash， 还有 No Flash。那它的优点是说，电源移除之后，它依然能被保存。它缺点是什么？它速度比较慢。好，那第二种是挥发性的记忆体 RAM， 包含了我们电脑常用到的 SRAM 或 DRAM 或是 SDRAM、DDR、DDR2、DDR3 或是 FIFO。那它优点是速度比较快，它缺点是怎么样？电源移除的时候，它资料就不被保存。记忆体的规则的配置，好，记忆体配置的规则以及限制，我们看到 TI 所提供的 TMS320 F28027的 data sheet 的使用手册，我们可以看到它叙述了几项它的配置的规则与限制。首先，记忆体里面的区块并没有一定的比例，例如说我们讲的 peripheral frame 0跟 peripheral frame 1跟 peripheral frame 2的记忆体的区块大小，好，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一定的大小比例。那这些周边的记忆体，它不允许我们存取程式记忆体的时候的数据，就是这一块它留给我们在做周边界面，就是我们之后会提到说，在这个 DSP MCU 上面 chip 有一些周边，然后我们要对这些周边做使用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些记忆体来跟这些周边做沟通，来设定。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说，它定值的空间配置大小并不相同，或是遇到我们 write follow by read 的时候，它的做法是将指令保留，而不是利用 pipeline 的方式来解决。好，那记忆体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 3D7C80 到 3D7C-C0 这区块，包含了内部振荡器，好，这个 PL 跟 ADC 的校正的程序，所以这块记忆体是不能被用的。好，所以你不能来用这块记忆体。这个图是表示28027它记忆体配置 Memory Map，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看到了，左边这边它是讲这个 Data Space 记忆体资料记忆体空间，右边是讲 Program Space 程式记忆体空间。然后程式记忆体空间它里面又有一些位置是保留的 Reserve。在某些记忆体区段，它是用 Flash 快闪记忆体的空间，在这个 chip 里面，
它有一段是有 flash， 它里面也有包含的启动记忆体，好 boot ROM。那 boot ROM 是可以把程式烧进去，当电源开启的时候，它会执行的 boot ROM。那 boot ROM 可以跟外面你的界面做沟通，真正载入你要的程式。然后内部的 Flash 的分段，它包含了4段，然后每段都是 8K 乘上16，好 ，8K 乘上一个 Word。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能将相邻的区段合并，不能说我们 A 段跟 C 段并在一起用，你只能说 A、B 并在一起当成一个区段来用。那里面包含了 boot ROM 跟安全锁，好，那 boot ROM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当使用的时候的起始程式，好，所以程式指令会分叉到此位置，再根据这个位置所规划的位置跳到组程之中执行。然后它还有安全锁，就是说它有128 bit 的安全锁的存放位置，好，避免有人是可以去读这里面的程式。在 CMD 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介绍 CMD。那 CMD 里面文件里面有些是内部保留的资源，像这些假指令，我们必须要避免用它，因为它是 CMD 文件所用到的一些资源假指令。然后在 CMD 文件里面呢，我们刚才知道了28027这样的记忆体配置。我们 CMD 的文件，我们主要目的是说，我们使用了一些假指令来分配我们的记忆体。这2个假指令最常用是 memory 跟 sessions。那 memory 这个假指令是来规划记忆体，可以透过 page 的选项来设置这个地址的空间，而连接器会把每个 page 都当成一个独立的储存空间。好，所以 session 是要分配程式资料在已规划的记忆体结构上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例子，各位可以更了解。所以我们在编辑这个 CMD file 的时候啊，我们将一些相关的资讯都放在这些文件当中，方便于我们在多次使用相同连接资讯的时候呼叫来使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原则上我们的 page 的数量，它可以到256组，也就是说从 page 0到 page 255。但是我们知道 TMS 28027它记忆体是那个 uniform 是一贯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定义2个 page 在同一个实体记忆体上面。我们要么就是说这个 page 是一个记忆体位置，要么只能有一个 page 就对了。好，所以 page 0在我们程式当中通常定义成我们的 program memory 程式记忆体， page 1通常定义成我们的资料记忆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 CMD 档案里面，我们怎么来使用我们这个 memory 这个假指令。所以看到图上有一个 memory 这样的假指令，然后有个大括号，那大括号里面就代表我们定义2个 page 0跟 page 1。那 page 0是 program memory， 那 page 1是data memory。那 page 0里面的 program memory 里面，我们定义3个区段，例如说 flash D、flash C、flash A， 然后它分别它的起始位置，好，起始位置跟它长度，好，那这红色部分就代表我们固定宣告，那黑色部分就是你可以改变，例如说你这个区段的名称，你 flash D 你想换其他名称都没问题，它的起始位置就根据你这个硬体的基体配置你来设定，啊，长度你要把这个 flash D 它起始位置定成多少，它长度定成多少，你都可以来做设定，但是你必须根据这个硬体它的基体配置来做适当的设定。然后长度跟起始位置必须参考我们这个硬体的 memory map。然后在 session 部分呢，这个假指令呢，连接器会透过 session 的设定来分配程式跟资料在已规划的基体区块，所以 session 就成为 CMD file 中重要的一部分。好，在 memory 当中，我们定义了许多不同基体区段嘛。那 session 是告诉系统怎么样的资料该走到哪个区段去，比如说我们系统在执行之后产生的点 text 的资料，依照编排这样的规则，我们这个资料可以存在
非挥发性的记忆体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电源移除的时候，程式码还是会留在记忆体当中，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叙述，就是点 test 这样的资料，程式码就留在 flash D 这样的区段里面，它是定在 program memory page 0。一旦你电源移除之后，资料就不会消失。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是说我们 section 里面有不同的资料形态，例如点 test、点 cinit、点 pinit 或点 stack 或点 ebss， 这些分别存在不同的 page 里面。那 page 里面它有 pran L0、pran M0 这些，那这些它的起始位置跟长度，你都可以在 memory 的假指令的区块里面来设定。好，这边是讲各种资料格式储存的范围，例如说这些点 test 或点 cinit， 它资料是放在 ROM 或放在 RAM， 或指定页是放在什么地方，这些是一个基本的一些常用的设定。好，例如说我们点 ebss 通常是放在 RAM 里面，那 RAM 是 data memory， 所以就是放在 page 里的地方。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当中，我们介绍了我们28027它的记忆体的配置，以及如何利用 CMD 文件来做一个适当的记忆体配置，好让不同的资料形态能放到适当的记忆体空间当中。所以我们知道 CMD 档案在整个 project 它的编译上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 CMD file 如果写不对的话，你在执行、在侦错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错误的讯息。我们在下一个 part 当中，我们会介绍一些例子，让各位同学看到说，如果不适当的设定会造成错误的讯息，那以及如何来修改，使得整个程式能正确的执行。